嗨，大家欢迎回到实际操作基础课程的第2堂课。这个系列原本预计会有2堂，现在可能会变成3堂课，因为我发现母片真的很长。第1集讨论了手感，看了样本，然后我们还做了剪布跟缝合的练习。这一集最主要我们要看的是收边的几种可能跟方法。我们到下一集再来看包边带、滚边条跟缎带的做法，跟它可以运用的可能在哪里。实际操作基础课程之前，我还有1集专门就是给缝纫小白的压脚课，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那一堂。我们今天会提到相关的一个压脚。那话不多说，我们就马上开始。上次我们看了缝份，然后看了一些样本，还有我们做了一些缝合的练习，用了0.5公分、1公分跟1.5公分的缝份，希望大家都还记得。我们今天主要来讨论几种收边的方法，但为什么要收边呢？因为有些布料它的特性是平织布，它会是经纬度编织出来的，上下交织出来的，所以它有一些特性呢是没有办法避免的，所以在某种程度下，当它的毛边一直掉，就会影响到你的缝边。尤其像这种0.5、0.6公分的缝份，很容易就因为一直掉毛边，它的缝线就整个就脱落就掉了，你就不会，就是它就是没有办法连接在一起，它可能就会脱落，2块就分开了。所以今天我们第一个就要看的就是我最常用的，大家最容易取得的一个工具，就是一个之字形收边的压脚。或许你会觉得不需要这个压脚，但是我必须跟你说，我当时也是这样想。但自从用了之字形收边的这个特殊压脚之后，它的问题就改善很多，而且会让你觉得做起来比较干净利落，比较有效率。最大的差别就是它跟别的压脚不一样，它是有一个门牙缝的一个挡布料的东西。这一根中间的金属条会帮助你把布料压得非常平整，毕竟你是沿着它的布边来做之字形来回，所以不免会在边上拉回来这里的时候会拉扯到布边，这一条金属线这条金属边就可以帮助你把布料压得非常平整，所以不妨去参考看看各家大厂牌的这种特殊压脚，非常推荐给大家。那我们首先认识这一个，现在是1公分的缝份，然后我已经缝了一个平针，接下来要用特殊的压脚来做收边。在缝之前，你可以先把上面的线沿着这个缝放到后面去，拉到最左上方。然后放布料的时候呢，布边贴齐这个边，这个门缝或者是门牙缝。压脚放下去的时候，你会明显的看到这个金属条压在布边上。不要忘记，这时候我们要调整成之字形。为了以防万一，你在缝之前都要先用手动轴看一下会不会打到压脚，像这个就太靠近了，所以我必须把我的针宽调大一点，像这样就不会打到。第2针呢？可以，好，那么就可以开始了。我现在用的是之字形而已，然后我的针宽是5，针长是2，这就会是最一般的之字形收边。你同时把上面的布跟下面的布都用这个压脚和之字形缝合在一起了，这样它的布边就不容易掉了。如果你今天遇到的是牛仔裤的话，你甚至可以把针长再调大一点，或者是你遇到比较细致的布料的话，你可以换缝针，换成比较细的缝针，然后把针长调得比较靠近一点都可以。针宽也可以相对应的做调整，就看你自己的布料需要怎么样子的收边方法。那这就是第一个最常见、最常用、最简单的之字形收边法。第2个方法呢，我在另外一个边缝了另外一块布，这边会用一般的之字形收边，这一边我要用的是双之字形收边。顾名思义，它会有2个，意思就是我们要个别的给它之字形。这里需要用熨斗来烫平一下，会比较干净利落。同时我也会把这边烫平，来给大家看一下它们的差别在哪里。好了，现在烫平了，然后我也换了压脚，也调过了我的缝线的设计成之字形了。这边已经往花布这边烫，
然后这边呢是两边的缝缝摊开烫平，布料的正面长这个样子，非常干净利落。你唯一会感觉到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你在摸过去的时候，相对的缝缝两层的地方会比较厚，然后摊平的地方摸起来就没有太大的差异，它们比较平均分散，比较平衡。有时候在遇到袖子接口的时候，我们会两个缝在一起，但是如果是在侧线的话，譬如说裤子或者是裙子，会比较常用这一个摊平、烫开跟自制型个别自制型收边的方法，双自制型收边的方法。刚刚没有提到的是，自制型也是可以回针的，所以我们就在开始跟结束的时候都回针。这是单边，另外一边我们用不一样的针长跟针距来做调整，看看有什么不一样。针宽我一样是用5，但针长这里我用3.5。比如说今天是牛仔裤啊，你可以用针长比较长的缝线设计来缝，这就是它们两个之间的差异。还是有一些不平整，我们用熨斗烫过之后就会比较干净利落了。但如果你没有这个压脚怎么办？接下来这4种方法，严格说起来应该是3+1，都是不需要特殊的压脚的，一般的压脚就可以了。但是我们需要留比较多的缝份，刚才都是1公分，这时候我们留到1.5公分，大概是5/8英寸。既然你的缝份留了比较大了，你可以运用的东西就比较多，有点缝歪。为什么要留比较大的缝份呢？是因为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是把缝边藏起来。等我一下，我就把它烫平。我刚刚把缝份往左右两边摊开烫平了，所以我们现在留了1.5公分宽的缝份。然后我们要做的方法就是把布边藏起来，往内翻折一半。然后蓝色这块布呢，也一样往后翻1半左右。然后我们不能直接这样缝，因为这样就等于是布料正面也会露出线，所以我们必须把布料正面这一边折到另外一边去。所以现在只有在对付缝份而已，缝份往内翻折，然后让缝针呢压在大概0.2、0.3公分的位置上。有些老师甚至会跟你说，你可以放在中间没关系，我们就放在这里回针，然后布料正面翻过来就会长这样子。这个呢叫做环口缝，就是把两边的缝份往内卷，然后缝起来，英文叫做 clean finish seam。让我快速的把花布这边的缝份也做好。哒哒哒，所以内部就长这样，这也算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做法，不用换压脚，也不用换缝线设计，提供给大家。第4个做法叫做平接缝，我用之前的这一块拼接的布料跟刚刚做的这个卷边缝的布料来做示范。我们一直以来都是正面对正面缝在背面，像这样子，正面对正面，然后看着背面来缝。平接缝呢是刚好相反的，布料的背面对上布料的背面，看着正面缝。为什么呢？因为等一下我们会把它翻过来，我们留1.5公分的缝份。我们现在看着布料的正面，这样左右两边摊开烫平，把缝份往其中一边压过去，然后把缝份另外一边的缝份摊过来，这样比较好缝，这样比较好烫。缝份已经摊平了，我们要把其中一边剪短1半。通常我们会选择下面的或者是后面的那一块布料剪短1半。这是假设我的肩膀在这里，所以这个是我的手臂，方向是从脖子到肩膀到手往下。也就是说，下面这一块我要剪短1半。我们把缝份比较长的这边往另外一个方向烫。我们用比较长的缝份包住刚剪短的比较短的那边的缝份，然后等一下我们要沿着开口这边来缝合
缝在大概0.2、0.3公分的位置，或者是0.1，看你的设计。也就是说，现在的设计是1.5公分除以2，大概0.7、0.8左右的距离。我觉得可能缝在0.1的边上会比较好看一点。但如果你今天的留的比较多，剩下一半大概是1公分的话，或许你可以考虑缝在0.2公分、0.3公分的位置，又或许你的缝线比较粗，像牛仔裤的那个黄色的那一条线比较粗的话，你可以考虑缝在比较靠近没有那么靠近边的地方。所以现在固定了，我们就沿着这个开口的边0.1公分的地方缝一条平针。今天班代表不在，我就帮大家问问题。你可能会想说，为什么我要这么做？看起来好麻烦，很花时间，但是做起来真的蛮漂亮的，会有一种非常专业的感觉。就看你有没有想要花这个时间咯。回针，完成，长这个样子。不只是这样看起来非常专业、非常工整，它的另外一个好处是它的背面非常的干净利落，没有留任何的毛边，全部都被藏在里面了。这个叫做平接缝，平放接起来，它的内部长这样子。你觉得这样太麻烦了？有没有看起来很像，但是做起来不要这么麻烦的呢？有，这个叫平接缝。比较快速、比较方便的使用之字形收边的压脚的叫仿平接缝。我们要模仿出这样看起来像这样子的缝线，但是事实上没有这么难做。平接缝刚刚是布料的背对背缝在正，这一个仿平接缝呢比较方便，你不用脑筋急转弯，就是我们最常看到的布料的正面对正面缝在背面。然后好处是它的缝份就不用多留，所以我们就以原本我们最常用的1公分就好了。我应该做比较好的示范，把缝份先剪齐的一样。我刚把布边先剪齐了，然后也换了压脚，换了缝线设计。我们先用之字形收边。完成了，就像是做一般之字形收边，但是我们要多缝一条线，然后让它看起来像平接缝这样子的感觉。好的，我刚刚用熨斗把它烫平了，烫平总是会让你有一种比较专业的感觉，看起来比较好看。我们为了制造出这种2条线的效果，我们要在刚刚的缝边再缝1条线。所以仿平接缝看起来是少1条的，但是你可以再多缝1条线，在非常靠近边缘的地方，这样看起来就会跟它一模一样了。有一种好像是在牛仔裤街边会看到的东西。大部分的厂商也会因为节省时间、比较有效率做仿平接缝。仿平接缝的缝份我已经推到其中一边去了，所以为了固定缝份，我们要缝在缝份的这边，也就是我现在的左手边，看得出来吗？好。缝在左手边固定缝份，缝份的位置，因为我们刚刚是缝在1公分，所以我们现在缝针呢留在1公分往内一点，所以大概是0.7公分。哒哒，长这个样子，也是蛮干净利落的。背面长这个样子，你会看到第1条拼接的接线。然后收之字形收边，还有第3条有点像是在做装饰用的，然后顺便也把缝份固定在这个边上了，大概是长这样，这样认得出来吧？仿平接缝，平接缝。最后一个收边不是给拼接布料的时候做布料背面的收边，它反而像是在做裤管、袖子口以及领口的收边，或者是裙摆。我刚刚已经把它往布料的背面折了2公分，然后先烫过了，所以我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痕迹。接下来我只要把缝份摊平的状态下，折到我刚刚烫的地方，然后再折一次，这就会是一个裙摆、裤管或者是袖子
口的收边方法了。没有办法左右两边摊平的话，你可以在这里剪一条非常靠近的切线，然后把原本的缝缝留在这里，然后收边的地方推到另外一边去，分散它原本的厚度，然后就跟刚刚一样，折1公分，然后第二个1公分，这样子收边。这样子的收边比较适合在布料可能是没有弹性的、比较轻薄的状态下使用。如果今天是比较厚重的帆布啊、毛衣啊，可能就是看机器的负荷程度可不可以接受了。因为这样总共就是3层布料，然后在缝缝的地方会更厚。刚刚用大头针固定了，我们就缝在这个开口边上，平针。刚留了一小段没有缝，想要给大家看，这一个是我用熨斗烫过之后，用一般的压角缝过去的。会发现有时候我还是会不小心偏离，看起来就没有那么工整。正面看起来虽然没有那么明显，但好像也是有一种手抖的状况，所以这时候就要用厂商送给我的这个压角。这个压角是专门收边的，你可以明显的看到它的一个挡片，然后它会帮助你在缝这一种收边的时候非常非常的快速又好看。这是原本的压角，然后他们还有更细致的，这个在裙摆收边的话就会非常有用。这是0.5公分，这是0.2公分，看起来会比较精细。所以我刚刚就完全不用担心说我的线可能会跑掉，你会发现它沿着这一个折边有一个非常固定的距离，比起我用手缝的可能手抖会歪掉。正面看起来长这个样子，特殊压角，这是一般压角，推荐给大家这个压角，但如果你不需要的话也没关系，一般的压角也可以做得到。这几种收边就先分享到这边。其实包边带跟滚边条它也是一种收边的方法，那就在下一集再跟大家分享。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在下面留言跟我讲，如果我有看到我就可以马上回你们。那么今天这集就到这里咯，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见，拜拜。2.5就好了。缝的时候把弯的这一块布料放在下面，直的放在上面。包边带滚边条的缎带是有弹性的，在缝的时候稍微拉一下，然后去旋转下面这个旋转的这个有弧度的布料，会有一些褶皱。